真不愧是幽冥的杀戮使徒啊！石梦兽对你来说真的是最好的辅料。放开我们！你们？我可是来帮你们的，可要乖乖听话才行啊！要不是这只石梦兽，我还真的是低估了你被蚕食的速度。哎呀，你看我，都忘了给你医治石梦兽的伤口了。这是在哪里啊？你醒啦。我们现在在深渊回廊，再往深走，就是正在黄金湖泊密修的幽冥。你说你正在做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你最近是不是总做噩梦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可是一直都很关注你的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告诉你解决问题的办法了。解决办法？你是说我可以被治愈吗？你的梦里是不是总有一个人告诉你，杀了幽冥？他让我杀了幽冥，他还说他是另外一个我自己。现在你有一个机会找到这些真相了，那是因为烛龙卵现世了。烛龙卵？烛龙为中山之神，睁眼为白昼，闭眼为黑夜，吸气为冬天，呼气为夏天，所以具有极阴极阳两种属性。它不仅可以抑制玄鸟之力，在其他的时候也非常有用。就像你这样，出现了另一个你的时候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烛龙卵原本非常难以获得，但如今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在暗潮组织首领的人身上。只要你取来烛龙卵，到时候我就告诉你事情的真相。
可是我脑海里的这个声音，是我自己吗？先不说这个，你只要知道有了烛龙卵，你就可以做一个正常人，不用再背负这些。你是说普通人？对，普通人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呀。我就应该先断你一条腿，再让你跑啊！招了吧，这样还能让你少受点罪。我招什么招啊？我就是早上起来想喝粥，可是我昨天刚喝完的粥，我就坐床上想啊，我还是想吃粥。你废话太多了啊！好，我就跟老板说我理解，早上捕鱼，晚上捕虾，暗潮翻涌，虾早满桶，这有什么？你就听着暗潮一个字，你凭什么把我抓起来？你怎么不说你拿着暗潮组织的面具呢？你数数你说了多少个字的话，我一鞭子一鞭子给你补上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！王爵，这2天让你担心了，我没事，我也想通了。我身为一个使徒，虽然不能像神医那样独当一面吧，但是我也可以做我自己分内的事情。你想要做什么？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式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那就好。我明天会受一点小伤，如果你感应到了，你不要在意，这只是一个计谋而已。我跟神鹰在一起，很安全的。我是不是长大了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啊？这是我的血。你会灵术吧？为什么不用？我要不要把我的生辰八字告诉你？你来管我的婚丧嫁娶啊？那我就打到你用灵术为止啊！对，大豆，小伙子，谢谢你了。你还有事儿，快去吧，我自己能行。别跑！封魂。
怎么会是你在这里？神医被石梦兽所伤，伤口久久未愈，我担心石梦兽是受到黑灵术的感染，所以特来此处查探。倒是你，我和你一样，是因为石梦兽？石梦兽本应该被猎杀，但连泉不忍心，希望破除黑灵术之后把它放生，所以我便来到这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。既然如此，石梦兽就交给你跟连泉接手吧，这样我就不做多余的担心了。还请放心，灵兽事宜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，只不过这里是黑市，不便多谈。我们还是先行离开，事后再做商量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我们店灵术秘籍，灵术大全。哎，客官，你看看这个，这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灵气大全。嘿，刚才那位客人来这里买什么？客官，如果你不买东西的话，算小弟无礼了。无可奉告，还请自便。灵术是要黑灵术的记载。他经常来吗？不，前几月第一次来，这几天来的比较频繁。然后一来就高价收购黑灵术，还让我多加留意。然后我找到了，就高价卖它。你不是普通老百姓。正好我学艺不精，你们来陪我练练手。麒麟，不要伤害他们，你们先下去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暗朝首领，祖金王遗子，刺杀南药王的面具刺客。都是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刺杀南药王？我身为玄苍的使徒，我的使命就是保护整个玄苍。你现在刺杀王上，你就是他们的敌人，你就是我的敌人。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还有什么瞒着我？我瞒着你，都是为了保护你。所有的事情，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。可我们是兄弟啊！苍天在上，我央泽，我麒麟，特在此时结为兄弟。正是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才不忍心把你扯进来。也正是因为你，我才能如此顺利地接近南药王，向他问出了困扰我太久太久的问题。我自幼丧父丧母，一直流亡，被人追杀。我只是不能说出我的父亲就是祖金王，我不能说，我蓄谋已久，
欺瞒朋友兄弟，只是为了为父报仇。你利用我，你竟然利用我！我对你如此坦白，你竟然利用我！我如果不是为了报仇，我又怎么能在父王的墓前眼睁睁地看着他跟母后从我眼前消失呢？我了解了，我从小到大，我也没有父母。你做了这么多，一定承受了很多吧？我原本只想刺杀南药王，但我跟他接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事情远远比我看到的还要复杂。麒麟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整个玄苍王室都被牵制着，背后究竟是股什么力量，我不知道。我没有杀他，不是因为没有机会，我只是不想，只是为了复仇而什么都不顾。不是，你说玄苍王室是被牵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南药王所言不假，那么现在统治玄苍整个邦域的，并不是玄苍王室，而是背后一股强大的力量。说的这些，这都是真的吗？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。麒麟，我现在以这个身份站在你的面前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你身为玄苍的灵术师，保卫玄苍王是你的职责，所以我们站在了对立面，我能理解。但是我也会毫不顾忌。但我还是放不出狠话。麒麟，如果你对我还有那么一丝信任，就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，你可以选择试着去相信他。如果他做出了一些让你不能理解的事情，那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和苦衷的，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所以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，你可以试着去包容他，不要去逼迫他。可是我……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的话，
带我查明真相，扭转局势。我们不再站在对立面的时候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杨泽，让我帮你吧。虽然我不知道能帮你什么，但是我信你，我绝对相信你。今日我们二人结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以刀为证，永不违背。首领，百姓已经安全了。麒麟不是外人。南药王率兵潜入东伯侯府，将东伯侯押入天牢。不过首领放心，军师已经将他救出来了。侯爷在哪里？我要去找他。南药王选择这个时候抓走东伯侯，就是为了以他作饵，引你上钩啊！东伯侯也是你们的人吗？不是，他帮我，是为了国家和百姓。你快告诉我，他到底在哪里？首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会尽力护送侯爷离开的。是。我必须要去见他一面。哎，你不是绝对相信我吗？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，你决定好了吗？快告诉我他在哪里！你不说的话，我去问项营他们，他们会说的。首领，你现在必须好好的活着，才能守护整个玄苍啊！我建立暗朝的初衷，就是为了守护国家和百姓。如今东伯侯危在旦夕，我怎么能置他于不顾呢？麒麟，谢谢你。去吧。我选择绝对相信央泽，我也希望你能绝对的支持他的选择。传旨，封锁城门，挨家挨户的搜，还有，把本王的禁卫军也叫来，以最快的速度捉拿东伯侯。本王要亲手灭了他。是。这次为了顺利押送东伯侯，
我们安排了多名和他身形相似的人混向暗潮视线。既然已经顺利将东伯侯押入天牢，以天牢的防范，绝无营救的可能。难道天牢之中还有内应？你还真的是很能干呢，怪不得你这么多次要杀幽冥，幽冥都舍不得你这个使徒。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吗？你也是个急性子呀，只不过我总是要等到你耳边再次响起那个声音，才能帮你，不是吗？连泉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，可能是过度紧张了。你感觉到风会有危险了？我现在就是感觉不到他。哎呀，你肯定是跟你哥哥感情太好了，所以一时不禁就瞎想。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但愿如此吧。啊，你找我有事吗？东伯侯不知犯了什么事情，被大王关进了天牢，然后还越狱了。听说是被一个灵术高超的一个神秘灵术师给救走了。连泉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你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你还把不把我当朋友了？我在哥哥的房间里看见带血迹的纱布和疗伤用的药品。哥哥他受伤了。老了，一点皮肉伤就坚持不了了。连累侯爷了，我这边安顿好，立即带你出城。好。首领，有一队南药王的亲兵似乎正在向我们靠近。虽然这里是我们最机密的撤离据点，但还是要以防万一。今天闹了一大场，暗潮的兄弟们在城里也躲不下去了，一定要分批转移撤离。首领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其他人分批出城。只是大王下令封锁全城，怕是难以离开了。不过我知道有一个隐蔽的地方应该安全，我们可以前去暂避。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首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们的据点已经这么隐蔽了，可还是被卫兵发现。
除非是有人。你相信我，绝对不会是东伯侯的。好，一切听首领的。只是这一次别再单独行动了，阿离会陪在首领身边。劳烦东伯侯带路了。好。报仇！给我报仇！时机成熟。报仇！我怎么没有注意到，这颗烛龙卵上竟然有黑暗力量？不过没关系。杀了幽冥，报仇！你确定东伯侯现在安全吗？东伯侯？别装了，我和连泉都知道了。你为了救东伯侯，还把自己弄伤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。我在你房间看到了带血的纱布。你去我房间了？你这几日早出晚归，是不是接了什么危险的任务？而且没想到，你前脚刚走，连泉后脚就发现你那块带血的纱布，跟着就传来了灵术高手救佐东伯侯越狱的消息。你们是真的误会我了，我真不知道东伯侯被抓了，还有他为什么会被抓呢？你是真不知道？那你屋子里的，那是那天做吃的不小心割伤的。好了，你把幽花送回府吧，记得注意安全。哥哥，你小心一点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真相了吧？其实啊，你被精神浸染了。精神浸染？是谁？你可是他唯一的亲妹妹啊！妹妹，妹妹，在成为神医之前，我到底是谁？我经历了什么？你真的准备好知道这一切了吗？不管是什么，我都可以承受。那好，那我就祝愿你达成所愿。你和我一样，都是侵蚀者。我们的幼年在一个充满血腥的杀戮战场度过。想要活下来，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杀了其他的侵蚀者。在这些年幼的侵蚀者中，最终厮杀残存下来的强者才能活下去。我是侵蚀者，幽冥是侵蚀者，霓虹是侵蚀者，你和你的孪生姐姐也是侵蚀者。我和幽冥是上一代的侵蚀者，而你和霓虹是后一代。原本我们奉白银祭司之命是去绞杀你们，但是当时我们都还没有自己的使徒，而你们的天赋对我们而言又是那么的契合。
所以白银祭司改变了命运，霓虹成为了我的使徒，而幽冥在你和你的姐姐之中，最后选择了你。姐姐，你是说我有一个姐姐，所以你和幽冥是去杀我们的？不好意思啊，都怪我瞎担心，害你跟着我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。又不怪你，要怪就怪我的人。一群灵术高手能听着一个灵术高手，白痴。还是要谢谢你陪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哭了？没有，风沙进眼睛里了。优花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有什么不开心的都要。你找你哥哥去吧，反正我从来都是孤零零一个人。好吧，本来想找你一起研究不同的灵术灵力驾驭同一个灵兽的区别，既然这样，我只能自己去琢磨了。啊，慢着，你是想我和你一起研究灵术啊？可以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找你哥哥去？我哥哥成天有任务跑来跑去的，而且能力相当的使徒共同切磋，对提升实战的能力更有帮助。可我连只灵兽都没有。我可以暂时找几只让你训练啊。哎，就这么定了，走吧。我们并没有要杀你们，我们不过就是来接你们做我们的使徒的，只是没想到，等待我的是霓虹，而等待幽冥的是你和你姐姐2个人。怪不得我和幽冥的决印位置完全不一样，连天赋也不一样。我姐姐呢？她的天赋是什么？你要我说的这么明白吗？精神浸染。可不是嘛，还真是羡慕你呢。你姐姐用她的天赋陪了你这么多年，这么说来，你还真是不孤单呢。那个声音真的是我姐姐，我真的有一个姐姐。她一直让我杀了幽冥替她去报仇，是幽冥杀了我姐姐。我一看见他，就觉得恶心。姐姐，不要！姐姐，还是妹妹更让我感兴趣。杀了幽冥！杀了幽冥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姐姐，不要！帮我报仇！杀了幽冥！杀了幽冥！姐姐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还没有完全摆脱精神浸染，放轻松，我可以帮你减轻痛苦。烛龙卵具有阴阳交替的属性，它可以帮你摆脱精神浸染的干扰，你不会像现在这样。那以后我还会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应该还会吧，不过会好很多啊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幽冥一直都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多没意思啊！他从来都不担心你会想要杀了他，他担心的
是你会被你自己的姐姐给折磨死。那你和幽冥以前的王爵也是侵蚀者吗？我们可没有当过别人的使徒，我们从成为侵蚀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王爵了。之前的2毒和4毒王爵呢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死了呗。我看到那个洞里有一群少年正在厮杀。那些小家伙，顶多也就算是一些牺牲品吧。真正活下来的，才能叫做侵蚀者。那个地方在哪里？好好想想，你应该知道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烛龙为中山之神，睁眼为白夜，闭眼为……哎呀，对不起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要如何称呼，才把故事引出，好让我气质不唐突，有些含糊。第一眼就知道你有问题。若想你急促，被风雨雪放逐，好过朝暮苦相。那我就打到你用为止。神因被石猛兽所伤，伤口久久未愈。我担心石猛兽是被黑魂术感染，所以特来此处化它。倒是你，我和他一样。哎，客官，有什么需要？客官，我们这有魂术秘籍、魂术大全。哎，这可厉害，这可是我们镇店之宝，魂器大全。刚才那位客人，哎，对不起，来的比较频繁，一来就高价收入黑魂术，还让我帮他多加留意，然后我就高价卖他，真的就这么多了，就知道。世间多沉浮，不是义无反顾，狂奔着都能道尽处，为情生物，所以会盲目，也会觉得辛苦。只是你，但他之所以帮我，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权利、百姓。首领，现在只有你好好活着，才能守护整个玄商啊！不好意思，首领，只有你好好活着，才能守护整个玄商啊！我建立暗潮的初衷，就是为了守护国家和百姓。对不起。是我徒劳说梦，坠入迷雾，掩埋下悲苦，因病带热血，无谓一场捉摸。挖哪个？生疏，只是一步，是我徒劳。修路啊，来，预备。我哥哥成天有任务跑来跑去的，而且能力相当的使徒互相切磋。能力相当的使徒会互相。